今天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召开第3次会议，再过几天，我们也将迎来农历新年。首先，我要祝贺大家新年快乐，也要感谢各位顾问及委员过去3个多月来积极参与工作小组的讨论，提供专业的建议，让我们一起逐步凝聚共识，聚焦目标，推动政策的进展。新的一年，我们继续携手面对挑战，让台湾迈向永续发展。2025年才开始没多久，美国加州洛杉矶就遭逢了严重的野火肆虐，可能成为美国史上损失最惨重的野火灾难。世界气象组织也宣布，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平均气温首度超过工业化前水准 1.5 度 C。2024年一整年，在全球也有多起高温、干旱、强降雨、风暴等天灾发生。这些极端气候事件都不断提醒我们气候变迁调适的急迫性以及必要性。也因此，气候公约呼吁各国在今年 COP30 前提出2035年的国家制定贡献，也就是 NDC 3.0， 加大加快减碳步伐。这几年的气候大会 COP 主办国像是英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巴西等，以及日本、美国都相继提出新的减碳承诺。而世界各国下一轮 NDC 的更新就在今年2月，因此预计从下个月起就会有更多国家跟进。我们也要问自己，台湾能不能在全球的减碳浪潮中站稳脚步，甚至跟上国际社会的步伐？而我们的答案必须是肯定的。尤其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在世界扮演重要角色，棒球我们也拿了第1，在很多领域我们皆有不错的表现。国际社会看待台湾已经不是过去的台湾，我们有必要更积极地善尽国际责任。因此，环境部在上个月已经提出第3期温室气体阶段管制目标，更新并强化台湾2030年的 NDC 目标，从原先的相较2005年减量24%加减1，提升到28%加减2。在上次的会议，我提出我们要更新设定2032和2035年更加积极的减碳新目标。因此，在今天的会议，行政团队提出了国家减碳新目标的草案，分别是相较于2005年，台湾2032年减量32%加减2，以及2035年减量38%加减2。我们要以2032年的目标在国内积极行动，并且致力于2035年的目标接轨国际的减碳进程，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心力。我要强调，这些目标都是经过务实的盘点来设定。过去这段时间，由郑丽君副院长带领行政院永续会净零小组和各部会专家学者密集开会讨论，先是检视优化各部会由下而上提出的自主减碳行动计划，减碳量仍有不足，于是行政院净零小组再由上而下提出6大部门减碳旗舰计划，进一步增加减碳量。透过各部会由下而上的自主计划和行政院由上而下的宏观角度，加总提出的减碳目标。这是台湾的 NDC 3.0的 beta 版，或许有人会觉得太少，有人会觉得太多，但是我们是负责任的盘点计划，务实提出目标，而未来政府也会依法继续和各界对话沟通，凝聚更大的共识，让减碳计划更加完备。
为了达到国家温室气体减量的目标，需要政府、企业、各级学校、民间力量的积极投入。除了各部会由下而上继续深化既有减碳目标，行政院更要由上而下列管推动减碳旗舰计划，透过科技创新、金融支持、排碳有价、法规调适、绿领人才以及社区驱动等6大创新支柱，扮演加速器，驱动食衣住行各方面的生活转型。此外，气候变迁的教育也非常重要，必须从国家的层级，才能替整个社会建立，并提供积极净零与调适的共识基础。我要请环境部与教育部依据《气候变迁因应法》，积极规划、全面推动以永续发展为导向的气候变迁教育，积极和年轻朋友对话。这是为国家增能，更为台湾的永续未来扎根。迈向净零转型是我们与全球的共同目标，也是为了下个世代以及永续台湾所要负责的共同责任。我们一定要结合各行各业以及全体国人来共同行动。我希望各级政府都要开始和各界团体、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从学校、社区、社群、传媒等多元管道进行广泛且分众的科普教育、推广以及理念宣传，提升全民对气候变迁与净零转型的认知与共识，进一步引发行为的改变，落实低碳生活。最后，我要再次感谢各位的投入与支持。我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之下，一定能够让台湾稳健务实的迈向2050净零排放的愿景。谢谢大家，谢谢。